整个欧洲的弹药加美国弹药都不如俄罗斯啊，那作战经验就更不用讲了。俄罗斯的军队现在已经全世界作战经验最丰富的，而且开启了最现代的作战的战术跟战略，尤其是无人机，俄罗斯都被迫应战也学会了，所以他现在是全世界最强的陆军，这一点不用怀疑。那空军啊，它可能会比较差一点，但是它有导弹，我不认为欧洲谈得到便宜。他这一句话就是说，你如果欧洲要下场的话，战争会迅速的结束。好，现在全球的多国战云密布，尤其今天我们也会来关心到欧洲地区，2027战云正在逼近吗？好，来看到的是川普他限时，欧洲国家你要接手北约。让这个欧洲国家的军费也爆冲，还有征兵制现在回归了，欧洲全面武装吗？不可避免的战争进入倒数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次的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这是川普寄出的震撼弹，他说限期你欧洲啊，2027年前你赶快全面接手北约大部分的传统防卫能力，这当中包含了情报、兵力部署跟飞弹的防御，告诉欧洲说你自立自强吧。美国呢不可以一直罩着你。那欧盟内部就出现了各种的声音哦，尤其外交圈抱怨说，川普的这个表态并不现实，而这个川普的表态也被视为是2战之后美国首次对于北约的合作进行了一个很根本性的大幅调整。哪一个国家首先开始动起来军事复活了吗？就是德国，他开始打头阵。德国的驻台代表他说，军费会拉到 GDP 的5%，5年德国的军事的预算也会翻倍。加码的同时，还有德国总理梅尔茨说了，2031年前德国打造欧洲最强的常规军，甚至要重新引入志愿役的制度。换句话说，从明年开始，德国18岁的青年都会收到体能跟意愿的调查，男性会被强制征兵，那么女性则是采自愿的制度。如果人数不足的话，就会重启这个强制的征兵制。这话一出来，德国的 Z 世代立刻他们一群的这个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了，他们就是拿着标语来做示威，说包括他们自己的家长也在示威，说你不能拿走我的儿子，和平才是力量。这些发动战争的人为何不自己去上战场，要我们来上战场呢？17岁的抗议的这个示威的这位女子莎拉，她也说，我不愿意为任何国家而牺牲生命。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来关注川普这一次限期欧盟的这个北约防卫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把日期压在2027年？难道战争一触即发吗？欧洲准备好了吗？委员怎么看？2028年，川普要面对共和党的大选，所以一定要2027年拿到很多的欧洲的军事的订单。那2027年之前，欧洲要完备它的军火生产链不可能，所以只能跟美国买。所以跟美国买，要求你增加军备，你要给我买武器，你现在今年明年就要给我下单啦，这个我才帮他铺成生产线。那我的军火工业，哎呀，蒸蒸日上。我到2027年截止之前，我不知道收到多少钱啊？比如说5% 的 GDP， 不少哎。就这个德国来讲，一年大概有将近4兆美金。那5%，这个就是，这个好几百亿啦啊，可以收得到了。一年好几百亿，你看连续收到2027啊，这个是他的算盘。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川普要去安抚这个俄罗斯，他说保证，尤其他的国防安全策略报告里面，不让北约再东扩啊。你看双手动作呀，我的武器你不用把它打扁啊，我只是要卖武器而已啊。那其他你欧洲自己负担。那这个梅尔兹啊，他本人就是比较属于纳粹思想者，因为他爸爸是纳粹，他的祖父也是纳粹，他一家2代都是纳粹。那他们非常有这种所谓的国家武力的这种想法，他想要做欧洲的第一大国，要有极强的军事武力。刚好碰到现在英国跟法国都不太管用，那不太管用，这是他成为欧洲霸主的一个机会，要接美国的空档。那接美国的空档，当然就要花钱，所以这个德国代表说，我们要把军费拉到 GDP 5%，当然一下拉不到，不晓得你要花什么，除了跟美国买武器以外，美国不一定做得出来。所以这整个来讲，他说我要多少军人，我多少武器，我要多少的军事部署啊，不管情报啦，或者这个水面战舰啊、潜水艇啊，甚至于飞机啊等等，跟谁买？跟美国买。
哦，所以大概是处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安排底下哈。那你说会战争吗？不会了吧，因为你限制了欧洲不能东扩，北约不能东扩，怎么可能发生战争？俄罗斯也没有那个体量可以来占领欧洲啊，也不可能。那你凭西德现在的能量，也没有办法占领俄罗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哈。那当时希特勒是怎么算说俄罗斯一年的 GDP 大概只是德国的1/5，我打他是理所当然，就一打了以后发现他的 GDP 不是德国的1/5。是德国的2/3，那你就打输了，因为你另外的很多力量发在西欧吧，哈，所以整体来讲，哈，这个德国是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是核子弹还是守在美国人手上，他还不准欧洲去发展核子武器。那英国、法国那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他那个核武器都已经很落伍了。上一次在训练平台，法国还很丢脸了。发射不出去，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算盘，我们要回归到 America First， 我美国要赚钱。好，川普为了2028选举考量要卖武器给欧洲国家，所以要欧洲现在自立自强。刚刚特别提到了嘛，这个德国率先起了一个头那刚刚委员也提到了这2个不怎么管用的英国跟法国，等一下他有什么战略，我们也一起来看。先看到德国，就这个军人现役18万人，他说2031年要增加到24万人，并且呢装备全面升级不管是从坦克战机啊，还有它的舰艇等等，要成为欧洲最大的军力中心。法国要重新定义它的印太战略通过了7年建军法案，直接点名要在南海、台海这边自由航行，明确把印太列为国家军事利益的核心。英国则是呢，在它的这个高科技武力上面要做转型，国防开支拉到 GDP 的2.4%。虽然它的陆军只有14万人，但是现在看起了海空军现代化的速度，还有2艘航母，仍然是具有相当程度的战略价值的。其他国家来看到波兰。它现在是目前冲最快的一个陆军的一个巨兽，国防预算现在也是最多，全欧洲最高，高达4.12%，占 GDP 的占比，兵力也会一口气扩张到50万。那么采购的这些武器系统也已经列出来了，目标成为东欧最强陆军。整体来看到欧洲总共是投入了10亿欧元，换算新台币300多亿，要做跨国的海空军研发。但是欧洲确实虽然说目标明确，但是要追上这个军力排名，其实还是远远不及的。尤其来看到最新报告，2025全球火力排名1到5名，其中3名美国、俄罗斯、中国占前面，英国只排到第6，法国更是只有第9，德国第11名。欧洲现在也在备战吗？舰长怎么看？欧洲的确在备战啊。那如果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状况的话，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波兰。那波兰它当然就是唇亡齿寒啊，而且它眼见着这个乌克兰是如何的被这些列强给抛弃的，所以他想要积极的建军。但是如果我们从上一节讨论无人机的部分，我们看他买的，无论是海马斯或者是主战车的部分，其实他还活在上一个世纪啊。那至于说我们讲到说这个瑞典啊，它现在建立了2000公里的这一个长程飞弹啊，它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它就是要争取现在俄罗斯要的这一个战略纵深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啊，俄罗斯它追求战略纵深，其实是每一个国家的想象啊。那有关于德国的部分加起来，他们这样的一个整军经武，其实就是安全困境。他们觉得，也就是他们现在这样为难俄罗斯，那俄罗斯打完俄乌之后会针对他们，所以他们现在为了要因应未来的可能威胁，所以他们就开始了不断整军经武啊。其实最后呢，我们这样讲啊，对外军购啊，只会消耗预算，没有办法增加国内就业。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点名的这些国家，我们就等着看2年之内它会不会倒台啊？为什么？因为其实国内它实际上来讲，社会的这一个经济状况不断的萧条啊，那但是呢，钱通通都在建军。那至于法国比较特别，法国它都重新定义这个印太战略，我们大家都忘记了，法国其实在南太平洋它是有话语权的，也就是我们看到从所罗门群岛以东，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新克里多尼亚，
还有这个瓦利斯群岛以及富国纳群岛这个部分，还有法属的波利尼西亚。虽然它现在因为这几个地方，它称之为叫做法国海外集体，也就是它的一个接受法国统治的状况其实并不相同。那但是法国不断的强调，也就是它在太平洋是有话语权的。所以我们讲到它为什么不断的到中国到访，其实它是有其他的想法的。俄乌战争，我们持续要来关心到是普丁这回震怒的亮剑，他也正式的对欧洲做出了警告。他说，一旦开战，将会迅速的结束。另外一方面，根据了解，英法现在密谋帮助乌克兰来做它的核弹吗？这个背后的阴谋，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密。赶快来看到这个俄乌和谈的最新进度到哪里了呢？川普说的，美方特使跟俄罗斯总统普丁的会谈，他说，还算可以啦，但是呢，乌克兰和平谈判的未来路径仍然是不明朗的。大家在看说，为什么到目前为止，这个美方的态度还是这么样的暧昧呢？我们来看到，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前线在外交上面是这个很不定的，但是在前线的打仗则是打得越来越猛。俄罗斯已经宣布了，正式的控制住重要的乌克兰的重镇红军城。那么现在可以看到，乌克兰方面出现了更多的逃兵，接近是30万人，民众宁愿割地也要换来和平。那乌克兰则是针对了这个俄罗斯的无人艇狂轰包括他的影子舰队的油轮。那这个时候，普丁也罕见震怒，发出的强烈警告，会彻底切断乌克兰它通往海洋的所有的道路，等于要把乌克兰变成一个内陆国家。敖德萨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重要的大目标？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是继续去打敖德萨是100%。我们现在看这个影子舰队被袭击的地方在哪里？就在黑海。那袭击影子舰队的无人艇从哪里出来？就是从敖德萨出来。这是第一个，我们眼前就看到的。第二个来讲的话，大家记不记得俄乌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俄罗斯就去打所谓的这种敖德萨，那时候目标就指向敖德萨哈。尤其是敖德萨前面有个岛叫蛇岛，我想这场战争如果关心俄乌战争的都还记得。那第三个我们讲一下哈，这个当初川普跟普京在阿拉斯加会谈的时候，普京那时候所提的条件就是说，叫乌军全部退出顿巴斯，虽然说还没打到那边，你全部要退出。那你如果全部退出，我可以答应你不继续打这个赫尔松。那你各位可以看一下地图，赫尔松在过去就哪里？就是敖德萨。那为什么敖德萨对俄罗斯这么重要？我们都知道这个。从这个俄乌战争期间我们看到从敖德萨这个港口出来的，在军事上面来讲的话，他用这个无人艇这个攻击了这个俄军在在克里米亚的黑海舰队，包括旗舰都是在这边被击沉的，包括克里米亚大桥在这边都是被攻击过好几次。那所以说，如果说是这个俄军来讲不能够控制住敖德萨来讲的话，对他黑海舰队是一个很大一个威胁。那他为了维持他在黑海舰队的海权他必须要将这个地方彻底消除黑海舰队的这种后患。所以我认为说是，当然现在来讲，如果说是28点的和平协议，目前双方还在谈判之中。但是我们听到就在昨天谈判结束之后，双方还在说这个虽然说是富有成效，但是极其艰难。那问题是关键就卡在这个地方。当然，这个就泽伦斯基来讲，他不愿意当一个投降的总统，但是就普京来讲，他整个战争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维护他这个整个俄罗斯的安全吗？那为了维持俄罗斯的安全他当然第一个是北约不可以加入乌克兰，但是在海权方面，大家不要忽略了。黑海是这个俄罗斯这个海上南边的海上交通线非常重要一个区域，而这个区域来讲有2个关键，一个是克里米亚，你看克里米亚这个岛在黑海中间就像是一颗心脏在黑海的中间。那另外，如果说是克里米亚遭受到威胁，不就是敖德萨吗？所以我一直认为说是普京不是吃素的虽然说你看到他现在谈判条件没有提到敖德萨。但是我个人来讲，如果说从地缘战略、从他们自己安全的理念来看，为了维持他在黑海的这个海权来讲的话，他一定要拿下敖德萨。那第二个来讲，拿下敖德萨之后，对于这个整个乌克兰来讲，将你打成一个内陆国，更可以消耗你的国力。
好，这个是普丁目前他针对乌克兰的战略方向。那另外一方面呢，那普丁对于这个欧洲现在看他的态度又是什么呢？其实他最近也做出了针对欧洲做出的警告。他说跟欧洲说啊，我们不打算跟你们作战，但是如果你们想打俄罗斯，我们准备好了，战争会迅速的结束。那这一回听到这些话，现在欧洲也很紧张了，因为他们的实战经验是0，那么俄罗斯则是已经打战打了10年以上，克里米亚、叙利亚战争一直到乌克兰战争都是这种职业的军队在打的。普丁这个时候语气非常的强哦，到底还藏了哪一些底牌？委员怎么看？欧洲加美国如果要论军队的人数，很抱歉都输俄罗斯。但是如果要用战机，只有美国才有。美国要不要下场？欧洲的战机平常讲跟俄罗斯战机比是没得比啊，因为主要是在数量差太多。还有弹药，整个欧洲的弹药加美国弹药都不如俄罗斯啊。那作战经验就更不用讲，俄罗斯的军队现在已经全世界作战经验最丰富的，而且开启了最现代的作战的战术跟战略哈。尤其是无人机改变了，新科技改变了，这个俄罗斯都被迫应战也学会了，所以他现在是全世界最强的陆军，这一点不用怀疑。那空军啊。这个他可能会比较差一点，但是他有导弹，我不认为欧洲贪得到便宜。他这一句话就是说，你如果欧洲要下场的话，战争会迅速的结束。这里面有2个含义：你欧洲下场，就让我有动用核子武器的理由啊；第二个，那更让我有打无差别战争的理由。什么叫无差别战争？就是把整个城市烧掉啊！就像是美国当时在打东京大轰炸的时候。东京一个晚上死20万人，几乎就是比广岛跟长城死的人数还多。长崎死的人数还多。那你要跟他玩这个游戏，他就是就是直截了当告诉你，如果你要下场，就针对德国来的。法国没有这么讲，英国也没这么讲，是针对德国来的。那德国如果下场的话，将是会一场德国的浩劫。为什么？因为从普丁的立场来讲。对任何国家动用核子武器都有道德跟法律上的问题。对，然后对德国进行攻击核子武器，直接把德国铲除掉，符合什么？符合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谁提的？中国提的。所以你德国自己不长眼睛，那个他的什么梅尔兹啊，还有国防部长还讲到呛下，你跟别人呛下都可以，你跟俄罗斯呛下就找死2个字。为什么？它有国际法合法性。可以彻底消灭德国。你美国还不敢吭声啊？你美国要下场吗？你要北约要结在一起死吗？我看其他国家不敢。所以他敢放狠话，因为他有底气，他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核子武器库，而且有全世界数1数2的这个轰炸平台。不要讲别的，他的波塞冬核子鱼雷到了你汉堡港，你汉堡港还活着吗？不可能活着的嘛。然后他的白天鹅轰炸机飞到你柏林上空，他的导弹到你柏林上空多久？12分钟。你挡都挡不住啊！他的真果树大家看到了嘛？你根本没办法拦截。所以你要不要试啊？真果树是可以装核子武器的哦。对，你要不要试试看？所以用核子武器攻击德国，在国际法上是允许的哦。不要忘记这些事情，敌国条款。就怪那个习近平没事干，就是教会普丁用这一招，很危险的，很危险的。好，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是来自于普丁哦，他对于欧洲国家的警告，手握核子武器。那其实现在呢，也有一个传出的消息是说，网络巨头这一家是金达康，他传出说，也有几个欧洲国家是不是现在正在帮乌克兰打造核武呢？他说这2个国家分别是英国跟法国，而且他还说，美国其实是全程知情的，但是故意拖延谈判，乌克兰甚至已经准备要来试爆他的核弹了。那另外也有一个物理学家，这个是都柏林大学的物理学家也补刀说，乌克兰确实他现在保有数百公斤这种核武级的浓缩铀，有没有可能真的英法真的在按住乌克兰？可信度，赖老师怎么看？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核讹诈，是一个姿态哦。乌克兰确实拥有核武的制造能力啊，其实它也不需要这个英法的按住。因为过去在苏维埃的分工的情形下，乌东地区
事实上就是俄国的这个核导弹的发展区，啊，也就是说，你看我们的这个大陆的这个辽宁号航母，啊，或者欧洲铁牛的这种两栖登陆舰啊，就是我们讲的气垫船啊，还有就是大的这个航空器的引擎发动机，另外还有就是洲际的弹道导弹、中程导弹都是在乌东地区建造，也就是当时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核武最大的一个区域，而且最早的时候，俄罗斯在乌克兰，因为乌克兰原来跟苏维埃它是同一个国家，它都是联盟的加盟共和国，所以事实上在那个地方也有很多核弹。那是在这个分裂以后做了一个交易，说克里米亚半岛以共和国的身份加入这个乌克兰联邦，然后换得这个乌克兰把这个核武交还给俄罗斯，有一部分给美国去销毁，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事实上，乌克兰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确实是有的不需要英法的按住。我想这是第一个。因为第二个呢，英法你要到哪里去施暴，在乌克兰地方施暴没那么简单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然后你要用电脑模拟来施暴吗？这个也是值得商榷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讹诈，在警告威胁这个俄罗斯但是我觉得这样做会有缺点。第一个就是如果被证实说真的是英法有在按住，那英法等于是公然直接违反了这个核不扩散原则，这个对英法在国际上要被制裁的，对这个是站不住，这是不对的。第二个，它会构成俄国用核弹去消灭攻击法国跟英国的战略城市的一个正当性。那第三个就是，如果乌克兰有这个企图在暗中的在研发制造的话，那就刚好给俄国一个最好的正当性跟理由。直接用核武扑灭于你还没制造之前，那也就是说你还没做出来之前，我就用核武把你炸了，一劳永逸嘛。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核战在欧洲的发生，一个经过核弹蹂躏的乌克兰，谁还要？没有人会要这块土地了，对，因为脏得不得了，毒得不得了，就没有人会要这块土地。所以我倒觉得这个是一个传言，这也是一种心理战而已，一种诈术。那基本上来讲，没有一个国家敢这样做。俄罗斯近期夜袭出动了600架的它的这个无人机跟它的飞弹狂轰乌克兰。另外一方面，美国真的很不可靠，它伸手是否要分战后的这一块大饼呢？因为现在根据了解，川普的女婿已经入局密会的是普丁的心腹，俄乌战争变成了一场能源的分赃谈判战争。等一下我们都会持续的来做关心。现在呢，最新消息，俄罗斯锁定了乌克兰，在这几天发动了，一共是出动了600架的无人机，它跟它的飞弹晚间狂炸乌克兰，造成了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伤亡数字当然还在持续的增加统计当中。根据了解，基辅一度有超过60万居民因此陷入在停电当中，数十栋的民宅都因此被炸毁了。乌克兰也有反制动作，派出他们被称为海上宝贝的这个无人水面艇，直接轰炸俄罗斯的影子船队的这个油轮，造成了这个油轮是被烧起来，那么水面上也都是可以看到大火。乌军说了，这2艘油轮运输价值高达了7000万美元的一个石油被乌军给打下来。好，再来就是看到的是美国老大哥是否真的对于乌克兰来说实在是太不可靠了呢？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美国跟乌克兰在最新周日的时候已经密会了，有进展。华府说的，双方确实是有进展，但是针对于停火，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的突破。那么美方见完乌克兰之后，在周一，也就是今天会正式的去前往到莫斯科来进行新一轮的磋商谈判。但是现在的重点是，不是只是我们现在看到台面上的这一些交易，而是在秘密的交易，在迈阿密的这个豪宅当中有一场暗示的交易。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川普的特使魏科夫、川普的女婿库许纳及普丁他的主权财富基金的负责人3人曾经密会去草拟了这个和平计划。计划的重点已经谈的不是在于说乌克兰是否可以这个
享有和平协议、和平的计划，而是在于美企跟俄罗斯之间如何瓜分在乌克兰的能源跟它的矿产的大饼。那么这边也特别报道说，美国啊，你不要再拿贪腐当借口把乌克兰给丢包了。来自于《卫报》也特别说，现在欧洲国家认为依赖美国保护的时代早就已经敲响了丧钟。节目一开始来特别关心到这一场轰炸，来自于俄罗斯600架无人机是战术升级，还是莫斯科在谈判前加码威吓普丁，想要逼谁跪下？院长怎么看？他这600架呢，又是创新高啊。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也就是他直接要告诉泽伦斯基 ，You have no car。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防空系统。那这个防空系统未必是防空飞弹啊，一般的火炮或者是雷射其实都没有。那你如果用飞弹的话，那你不过是上士对下士，花很多钱而已。那而且呢，现在对于普丁来讲，对于俄罗斯来讲，他就是能够往前推进多少，然后就是多少。那他占领的土地越多，在谈判桌上他越有底气，而且他就是准备白天你要接战，晚上你要应付无人机，准备打垮这个乌克兰它的一个抗敌意志啊。那至于说我们刚刚也有讲到这个影子船队啊，其实影子船队呢这个部分呢，也就是现在美国非常多的智库很喜欢创造新名词啊。那这个影子船队是什么？其实以前就有，那它其实是由影子船所构成的。影子船也就是破旧不堪，然后它在已经快要太除的时候呢，他就将这一些大家不愿意涉足的这一个制裁国家所提供的那个服务啊，也就是大家不愿意帮俄罗斯运油，他就来运啊。那这也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影子船队就是如此。那这个影子船队这个油，它是按照乌克兰的讲法啊，它这个油轮的那个里面的燃油达到了7000万美元的一个石油。对不起，对于俄罗斯来讲，油就是抽就是了嘛，不断的把油打起来，只要有船愿意运出去就是了。那这个呢，也就是说，俄罗斯一点也不在意，因为这些船它原来也就不在乎了。但是这个无人机才是真正最大的问题，因为无人机我们大家都认为它要用一个非常怎么样了不起的一个载具吗？不是，它直接用美国皮卡就可以直接的起飞了，它不用弹射，它只要开到一定的速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天竺葵2号，它就可以直接起飞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天竺葵2号以及未来研发的3号呢，它现在它只攻击的也就是乌克兰的部分，未来它会可以接战的范围其实包含了一海之隔的英国都可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那个有关于无人机的反制才是重中之重啊。那我们如果看一下现在，其实俄罗斯讲到的这4个州啊，除了我们看到卢甘斯克之外，其他的3州并不是100%打下的。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到有关于为什么俄罗斯它不断的使用这无人机夜袭，真正的目的就是打垮你的意志，打垮你的前线，然后让他在谈判桌上获胜。好，我们看到俄罗斯一方面持续的夜袭，那乌克兰奋力接战，但是他背后的老大哥，美国老大哥有没有要帮乌克兰呢？因为刚刚特别提到了嘛，这个川普的特使，还有川普的女婿跟普丁的心腹，他们密会，在谈的是战后利益，是不是乌克兰被当成了谈判的筹码？委员怎么看？我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哈，我认为这个川普是在最后的阶段，要帮乌克兰活下来。因为乌克兰已经濒临全面崩溃的阶段，不管是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都如此。尤其是泽伦斯基跟他的幕僚长涉及这么大的贪污案，已经对前线乌克兰的军队造成心理上强大的冲击。你可以看乌克兰的军队打得有点的心不甘情不愿了，要打不打的样子。这几天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他们又不敢投降，因为投降了以后，薪水啊、抚恤金啊，全部都没有了。所以，而且他们也知道，就是说，
这样战争也没希望啦。所以在这种气氛底下，乌克兰濒临全面崩溃，只剩下一点，就是俄罗斯要不要对基辅，就像美国对当年的东京进行东京大轰炸？俄罗斯到目前没有啊。俄罗斯那个无人机啊，就是打一打什么发电厂啊、车站啊等等，没有那种。俄罗斯有没有能力对基辅进行像东京大轰炸一样的做法？很有能力的，但他为什么不做？因为俄罗斯始终把它当做一个内战跟外战中间的一个特别军事行动，所以他也没有像在打那种跟那个德国2次大战这种打法，走到哪里烧到哪里，没有这种做法啊！而且看乌克兰老百姓还那请你避开，我要打仗了，还是这种他把它当作内战在打，非常像国共内战。那这种打法，基辅当然可以撑得久一点了。你看到现在为止，基辅的总统府没被打，国会没被打，国防部曾经被打过一次，军事情报局被打过一次，外交部没被打过，经济部都没被打过，这哪像是这种国与国的战争？完全不像啊！那在这种状况底下，就是表示俄罗斯也没有希望乌克兰全面崩溃。好，至少在军事上崩溃，不要延伸到政治、经济、社会的大乱哦。那在这样美俄有默契，俄罗斯要美国什么？我要正常化，我要跟欧美世界正常化、正常交往啊。那他已经答应他进入 G7 啦。然后俄罗斯要给美国什么？就像讲国际政治就是个交易嘛，就说好，乌东的矿产你美国分一点，乌西的资源你美国分一点。那美国也觉得自己理直气壮啊，我花最多钱，我总该拿一点回来吧。不要，如果等到乌克兰全面溃败，我搞不好1毛钱都拿不到。那时候俄罗斯已经不跟我谈了。所以他这个时候介入，我客观的来讲，不是什么出卖乌克兰，而不是什么抛弃乌克兰，因为你乌克兰已经一无所有了。他现在是在乌克兰守住最后一点点资源，那尊严就不重要了。彭博社揭露了一段录音档呢，说是川普总统啊，他竟然主动呢说川普的特使主动向普丁的幕僚表态说，如果想要和平的话呢，那你就要把顿内茨克整个区域给让出来，土地呢甚至割的可能要更多。那这段录音还证实了这份28点的和平名单，其实背后的主笔者呢，可以说就是整个川普团队来亲自打造的。想必是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难以接受嘛，修改成了19点，并且把领土议题淡化，把军备限制缩小，甚至避团北约。但看起来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你把球丢回给川普跟普丁，他们2个人已经有下一手见面的计划了。我们这请教大千委员，这个录音档什么时候不报？在这个时机点被爆出来，能够产生什么效果？还有乌克兰跟欧盟针对28点修改，管理怎么改？好，是不是只要普丁不认，一切都徒劳无功，而且还会把川普更加的推向普丁这里，然后呢做球给他杀，这种感觉。对，我觉得川普这个人讲的话啊，究竟有几分可信？这个我相信大家见仁见智。不过有一件事情，川普说到他就真的做到了，他真的把普丁当成是好朋友。就是川普过去开口闭口就讲普丁是他的好朋友，对，普丁从来没这么讲过。但是显然川普内心中真的把普丁当好朋友了哦，所以这卷录音带如果这个内容为真的话，我相信就再一次的证明了川普对于普丁的友谊是相当坚固的哦。那这一点如果我是普丁的话，我应该还蛮感动的。第二点就是说，你说这28点是莫斯科提出来的吗？我怀疑，因为莫斯科过去针对停战，他早就有提出他的看法了，他没有这么多点啊。一个是莫斯科，一个是这个乌克兰，两边要停战。对莫斯科来讲，他闲着没事干，提28点这么多干嘛啦？我就提几个关键的问题就好了嘛。可是洋洋洒洒这28点哦，你怎么看都不会像是莫斯科提出来的。所以我当然觉得这卷录音带的可信度很高啊，因为看起来就是别人所提出来的，因为不像莫斯科过去所提的一些论述嘛。然后第三我要讲的是，其实川普是一个很务实的商人。我觉得在俄乌战争这件事情上，他的立场并没有错，他会打算盘的。你知道商人最厉害就是，我今天买一个股票，我看那个股票不会涨，我就立刻断头，对，我就立刻把它卖掉，我就去投资下一档股票，我不会把我的钱绑在那个地方的。川普今天操作的模式就是如此，我眼看着这个必赔的一个投资了，我现在不赶快止血，
我是接着要继续赔下去，赔到输光为止嘛。所以对川普来讲，他处理这件事情就是完全是一个商业务实的行为了哦。这个战场我不恋战，我接着要挑对我有利的战场，我现在想办法先止血。所以川普不止一次是讲过了，这是一场根本没有必要发生的战争哦。那么对乌克兰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件情何以堪的事情了。对于乌克兰跟愚蠢的欧洲来说，这真的是一件情何以堪的事。就他们原本以为的救世主川普，并没有要支撑他们，再一次的证明，这就一场白打了快4年的战争了。你乌克兰死掉了多少人？死掉了1代2代的人呢？乌克兰现在是遍地废墟，最后呢，不但回到原点，还倒退好几步。那早知道如果当时不要发生战争就好啦，你当时的拜登不要去怂恿他不就好了吗？当时你欧洲这群250想办法去劝架一下，不要在那边火上加油就好啦。就现在搞了个半天，白忙一场嘛。所以这28点你说变成19点，俄罗斯会不会接受？我觉得关键就在于说俄罗斯所讲的那几点有没有在里头嘛？是，如果不在里头，那当然就很难达成共识。那你说对川普来讲，那他接下来会做的是什么呢？他接下来我猜啦，他当然会表面上各打50大板，然后再一次表达说他对克里姆林宫很不开心，但是最后呢，他还是会施以强大的压力在乌克兰身上，因为他是一个务实的商人，他知道这一局美国是赚不到好处的。是，确实哦，刚刚委员有跟我们提到，川普跟普丁两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紧密，是不是真的是麻吉好朋友呢？这个我们还可以从俄罗斯方面有一个动作。彭博社的揭露还包括了指出，俄罗斯也准备了一套商业合作的大礼包啊，要回献给川普。我们来看看，包含了北极的能源、AI 的合作，到马斯克的白令海峡海底隧道等等，很有想象空间的题材。它简直就是一场顶级的商业交易，可以说有噱头、有赚头。那这不就是川普总统最爱的东西吗？那前 CIA 局长说的更直接哦，他说川普他就是一个商人总统。那普丁提出的条件，简直打到点子上，太合他胃口了。所以双普他们之间的沟通，大家可能要用更商业交易的逻辑来思考。所以领土、裁军跟契北约这3大核心利益上，叶老师如果觉得双普真的要谈，普丁的底线在哪里？什么是绝对不能动的蛋糕？我跟大家强调，这个川普所做的事情，他是跟这个普丁真的是当成好朋友来看待，已经好到就忘掉自己的目的跟立场了。其实普丁在这快4年多的战争，所有人都感觉到很惊讶，因为原来俄罗斯打乌克兰的时候，大家都以为4天就结束了，就搞成4年了，对不对？我跟你讲，这个战争不会结束的啊，至少的话呢，零零星星的会斗下去。因为这里面呢，我先回答你的问题啊，大家记得特别军事行动，其实它不是有3个核心利益，它是有4个哈。这个4个核心利益的话呢，你这边强调，这是领土的话呢，这个原来28条里面定的非常荒唐，这个顿巴斯地区包含卢甘斯克跟格内斯克的话呢，通通归这个俄罗斯，对不对？那其中的话呢，还强迫这个乌克兰要撤军啊，有些地方他还没打下来。那赫尔松跟扎波罗热的话呢，也要打到哪停到哪里啊。克里米亚根本想都不要想，这是领土。第2个的话呢，就是原来的话呢，这个特别军事行动要求是非军事化，那这个是比较奇特的，就是说原来28条就讲要维持60万大军，其实我觉得这里头就有猫腻在里头啊，就是后来在16条上改成80万大军啊，那永远让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那这个是原来的内疚。那另外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文化上，就是乌克兰要承认俄罗斯文也是他们的官方语言啊，这个原来28条都有。那这我是觉得这里面有2点是非常非常有趣的。首先第一点呢，这事前呢是有一个媒体上的一个媒体。网络上的媒体不大 Axios 所报道出来的，然后呢，就是大家就一看完这28条，大家都凉了半截，就是这个好像是完全是站在俄罗斯那边讲的。对。然后卢比奥也特别，那个美国的参议员呢，也特别强调说，跟卢比奥谈以后，卢比奥讲说，这个28条是俄罗斯人起草的，是普丁授意的。好，大家一听哇，哗然，然后卢比奥马上就说啊，没这回事，是美国人起草，但是有考虑俄罗斯的意见。那这个28条本身来讲不公平。然后第2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说是在整个时候呢，川普就一开始讲态度非常强硬，接受访问的时候，那你不接受也得接受，接受也得接受，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感恩节前啊。今天、明天就是美国的感恩节，就现在要解啊！现在的话稍微改变，但是为什么这么急呢？其实里面我真觉得啊，里面真正的原因啊，川普急急忙忙想把俄乌的冲突节省下来，另外捞了那个
俄罗斯的真正的好处，你刚刚讲了，也包了什么？讲的都是很荒的，就是很虚的。但是真的就是28条里面规定，就是俄罗斯要拿出1000亿，拿出1000亿美元来投资，然后任何利益50%分给美国。我跟你讲，俄罗斯太便宜了，1000亿就捞到了一个好大的土地啊，捞到一个整个的这个乌克兰工业区。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想到，就是说川普本身为什么这么急的想要终结这场战争呢？主要的目的是想把手腾下来了，因为太平洋这边的问题够他烦的了。要把重心转移一下。当然了，就是这个情况嘛，对不对？好，面对这个战斗民族的迟往西的逼近呢，现在缓冲区的乌克兰感觉是节节败退，已经快撑不住了。让纵深更远的一些欧洲的大头们也是开始紧张了，包括德国说要打造欧洲最强的军队，考虑要强制征兵了。那法国的参谋总长甚至警告国人哦，用的还蛮这个危言耸听的，说你们要准备失去孩子了。那在法国这个社会舆论，当然是引发了很大的强烈跟反弹哦。好，那现在这些欧洲国家躲在后面，但是乌克兰作为第一线，感觉已经是快撑不住了。那这些欧洲强权怎么盘算？甚至有做好准备要跟俄罗斯一战吗？还是继续打嘴炮啊？我支持你，但是没什么作为。马克宏这个总统讲的，有时候有些话哈，已经让你觉得毛骨悚然了，对不对？他说什么？马克宏说，俄罗斯就是徘徊在我们家门口的那个掠食者，会吃人的。所以当时他讲这句话的时候，那普丁呢差点气死了，说，是食人魔，也是掠食者，让人家觉得说，马克宏你怎么会出此言呢？因为法国其实在我们的印象中，应该是在欧洲比较文明的一个国家，他也没有那么激进。但是呢，现在法国的总参谋长叫蒙顿啊，此人并不见经传，但他突然讲了一句说，未来几年，法国的父母们，你们准备失去你的孩子。这句话一出，大家都吓一跳，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因为我跟你讲，其实啊，普丁现在对付这个乌克兰，就像那个习近平对付台湾一样，叫蟒蛇战略，要慢慢把你给勒死。我们在被勒死之前，一定要加强国防，不能够因为加强国防而造成经济的损失，我们就裹步不前，停滞不前。为什么？那后面一定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所以他的就是预警、预示说，我们现在一定要开始加强我们的国防工业啊。法军现在有20万人，但是他的后备部队只有4万人，所以法国到现在马克宏没有真正就是有系统的要怎么样增加兵力，但是法国的军工产业的确已经开始渐渐在加强，有比如说制造他们像 ASMP 飞弹啊，还有它的标风战机啊，还有它的核子实力。其实老实讲一句，法国是在欧盟之中唯一具有核子武器的国家，另外一个国家是英国，但是它不在欧盟里面，所以法国其实它在整体的军力上面，当然你从二次大战跟1次大战的结果来看的话，法军的作战能力远不如德军啊。那过了80年以后，法军是不是要重振旗鼓呢？是因为俄罗斯的这种威胁而真正能够重振旗鼓呢？好，那我们讲到法国，就要讲到德国。德国是一向是让我们知道的德意志的武装部队，德国陆军是大概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的陆军吧，甚至要比当年侵华的日军还要强。那德国陆军现在只有多少人呢？现在大概只有非常少人，他只有大概10几万，他不到20万。那你现在要扩充，德国的国防部长他也讲了，他说我们现在决定从2026年开始，每一个新入伍的兵他都有2600欧元的月薪。大家仔细听好，2600欧元是多少钱？相当于台币10万一个月。月入10万了，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啊都要羡慕到死掉。为什么？一个兵他还不是有任何阶级的官，他就有10万台币的收入，2600欧元，对于年轻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引诱。可是左派完全不同意，德国左派认为说，你现在在干什么？你用这个薪资来引诱年轻人要去上战场吗？我们爱德国，但不一定要让他们都上战场。所以其实德国现在也在面临说，我们今天是要不要把等于是现在还是募兵改成征兵制啊？如果真的欧洲局势紧张的话，德国是可以改成征兵制的。
在这个2大国家之中，现在对俄罗斯的态度是这样。可是我再讲一句实在话啊，他们要真正能够达到，就说照他们的意思啊，达到他们的武力可以跟俄罗斯就是相抗衡的话，最少要10年。没有10年的那个准备跟建军的话是做不到。乌克兰等不了那么久。欧洲这些国家根本上就在唬烂，就是出一张嘴，然后呢打嘴炮，然后表示一下自己的决心。这么有决心，法国现在就把标风战机先飞一批过去，就飞在乌克兰那里。然后德国就像刚才干哥说的，你不过就10几万嘛，不要多，派2万人就过去。你敢不敢派嘛？你都不敢做，你在那边鬼扯什么？马克龙说要派兵，讲了多久啊？那个兵到底在哪？是前一段时间看到马克龙说他决定要援助乌克兰，我就想说到底援助什么呢？哦，他要卖100架标风战机给乌克兰，你戴总就送他100架就好了，你还叫他买？然后呢，钱谁出呢？都没钱钱了要欧洲国家出，然后欧洲国家根本就没有人想要凑这笔钱。法国很会做生意经财政快完了，德国也完了，英国也完了。整个欧洲现在到底谁拿得出钱来，我都不知道。所以整个欧洲就是一群根本没有用的家伙，还要在那边每天在那边耍一些把式，好像自己可以影响这个世界。别鬼扯了啦！俄乌战争就是因为你们这群人越帮越忙的。是，找专家继续来讨论呢，这半导体还有太空竞赛的热门话题，不要走开。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